各位，本台呢说过一句话啊，每一条不断退让的红线都会变成迎接敌人来羞辱自己的红地毯。美国政府又一次践踏了中国的红线。我为什么又说又呢？韩国与美国之行与美国的众议长约翰逊闭门会谈，聚焦台海安全、美台合作、半导体供应等议题。约翰逊在华盛顿算是3号人物。此次会见，美方严重的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冲击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此前，韩国瑜一行已经与佩洛西等美参众议院会面美国的参众议员都见到了，也走进了五角大楼与白宫的官员会面。行程结束前，居然闭门会见了美国的众议长韩国瑜美国之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寻求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的支持，企图以台制华，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国民党政客的嘴脸。依照中美建交公告，美国行政机构的官员以及美国众议长不得与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会面的韩国瑜这一次又践踏了红线。欢迎。非常感谢我们本院的江启臣副院长，还有这么多热情的委员，还有这次一样辛苦随团去美国的我们所有参与的这7位立法委员，以及立法院的周秘书长、各位立法院的同仁，以及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我们预计的4大目标全部达成。那么在参议院，我们有7位参议员来跟我们一起会见。众议院有33位众议员接连不断的发言，展现最热情的一面，代表对台湾强烈的支持。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国会对台湾所有的一切的强烈支持与友好的态度，这一点大家都很感动。第二，我们庆祝美国250周年的国庆，透过各种相关拜会的场合，我们代表全台湾的人民最高祝福之意，祝福美国250周年生日快乐，这个讯号也传递出去。那第三，我们去亚利桑那、凤凰城，参访了台积电以及协力厂商，我们看到这些辛苦的台湾企业家、工程师在海外打拼，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尤其凤凰城摄氏大概有40度以上，我们的台湾同胞在那边辛苦了这么多年，大家每度委员都有非常感动的感觉。那针对台商朋友还有协力厂商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双重课税，我们已经把这个意见带给了美国国会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如果一个台湾商人到美国去上班，美国政府要课税，对这个商人朋友来说，企业家非常不公平。所以美国国会议员也承诺会加快速度，众议院已经过了，现在剩下参议院，他们在税法上会尽力来帮助我们，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再者，业者也反映，一个厂商过来美国投资创业，不应该水电土地道路都要厂商负责。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带给美国国会跟相关的部会官员。我们希望将来台商在投资的时候，美方能够筑巢引凤，先把巢穴做好，要做好水通、电通、路通各方面都好了，台商进驻就可以开始启动，不能再让台商朋友还要负责修路接水接电这个对企业界来讲是压力很大。那美方这边接收到讯号之后，他们一定承诺一定会加强跟改善。最后一点就是今天长荣航空直飞华盛顿跟台北，我想这个意义也非常重大。去年我们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就职，零下20几度，说实在的，就跨东北全部是白雪纷飞。今年6月份去，我们才发现
华盛顿好漂亮，白雪退了，到处绿油油的。我们真的感觉到华盛顿不光是世界的政治重心，也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宝地。那长荣跟华盛顿之间，台北华盛顿之间直飞，将来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观光客，更多的交流。所以我们也祝福长荣公司、长荣航空这一趟华盛顿跟台北将来能够非常的顺利。总而言之，我们做个小结论：我们这团7位立法委员超党派，我们感谢 AIT 的协助，感谢台积电公司的协助，感谢美国国会对我们热情的接待，我们也感谢长荣航空对我们非常的热情的安排。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美国关系里面啊，这个一次重大突破。哎，那我觉得这一次，韩国瑜跟这个江省议长啊，在这次见面，美方释出重大对台政策的讯息。哎，这个是我认为有点破天荒啊，超乎我的预期。我在想一想，我一直在想啊，韩国瑜以前的立法院院长有没有这么高调，在美国华府跟美国众议院议长见过面？那个借着你的印象上，应该是没有吧？裴洛西，但是不是在那种盛大的欢迎会上面？对，就是私底下嘛。对，这个是等于正式拜会啊。正式拜会，那而且是在公务场所拜会。对，这是破天荒啊！我想断桥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哦。而且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强生议长没有敲二郎腿。对，而且这张照片照的中规中矩，几乎是有非常官式的细节。你要知道，台湾很多观众还不晓得江省是什么地位啊？他是美国政府排名第3呐，总统出事，副总统出事，接掌美国大权就是江省啊。对，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一向都是问鼎白宫的重要人选。那而且他不是川普的什么手下，他是川普的最重要的战友。川普这个行政部门要跟国会部门联系的时候，江省就是他最重要的战友，两个是一同作战。这个跟后面谈到什么国安会亚洲事务官员，那简直层级差太远了，那一个天一个地啊！所以这次我看到我是看到这张照片，我说我的一个解读啊。就是美国对台湾释出重大政治讯息。我告诉你，这个敏感度在哪里？第一个，你置于雷尔校长跟现在执政党于何地？对，这个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政治的话，那就是给这个韩国瑜的政治对手一记响亮的耳光。尤其在莱尔校长连过境都过不了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啦，现在执政党他们还有稍微懂一点的外交的话，他们要考虑他整个队要换人了，这个对他们是重创。第二个，政策层面，韩国瑜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他是中国国民党里面举足轻重的领导人，高阶领导人之一哈。中国国民党今天在对美政策跟对美国跟民进党是没有差别的啊，基本上非常重视跟美国关系，可是对大陆政策是南辕北辙啊。中国国民党的对大陆政策很简单，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一点，你见了今天韩国瑜这样子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你会不考虑他的政策背景吗？不可能的。所以美国人不会知道，他一定考量见不见韩国瑜，见韩国瑜的政治效果。第一个，现在在台湾少数执政的这个民进党跟他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讲，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两个台湾的政党来讲，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对大陆政策方面。那你这样子跟韩国瑜外界一定从这个解读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江省那么跟这个韩国瑜见面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讯息是释放，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
是江省自己决定的绝无可能，绝对是川普政府亲自，而且川普以他的角色，川普叫他建的。对江省来讲，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他如果有任何政治风险，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了。那这里面就是说，他已经不考虑政治风险，而要考虑到政治讯息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直接从川普的川普本人的什么台湾事务，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可等量齐观的一件事。这个是我们看这个台湾跟美国关系这么几十年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重拳这一拳打向谁呢？我觉得打向现在台湾现在执政的这一批人。我就讲到这吧。后面要听介正了。对，因为可以说是一个高光时刻了，黄老师。这个议长对议长的见面，当然是可以表达非常高的尊重因为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美国的众议院叫做 People's House 就是人民的，因为美国众议院是代表美国人民，美国参议院是代表美国的州。所以美国众议院能够有这么多435个众议员，它是以美国人口为计算的。那么强生现在作为这个国会的议长，那么在大家猜测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在这个韩国瑜院长访问华府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见面的，而且是在看起来看照片是非常正式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是美国对台湾、对韩国瑜院长、对于韩国瑜院长所代表的政党以及台湾所有的人民都表示高度的尊重。那么我觉得在这次谈话我们所理解的一方面是我们当然知道心知肚明，美国会安排这个跨党派的团，美国当然有所求尤其是聚焦核心在这个我们未预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个韩国瑜院长跟我们跨党派的这个立法院的代表团，也把我们长期跟美国交涉但是速度进展很缓慢的议题韩院长也带到了。一个就是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我们已经谈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就是一直谈不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延迟交运我们已经向美国采购，美国政府核准，我们也付钱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在现在还在延迟交运当中。所以不论美国希望台湾能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加速能够做什么，那这两个在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次应该除了高规格接待，我觉得双方在议题的交流上面应该也是达到对等，他们身份对等，地位对等。那么这个对等对于台湾来讲非常重要。美国是世界的大国强国，那么能够用这种规格来接待，而且开放媒体采访，那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不只是这个今天的观众而已，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台湾人民应该都要给韩国瑜院长点个赞。那么也希望那个今天稍晚他回到台湾以后我们听听看他这次访美的成果。这场闹剧彻底的撕碎了美国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将以台制华的獠牙彻底的暴露在阳光下。韩国瑜更是狂妄的叫嚣强化防务，美台勾连的狼子野心早已按捺不住这是在14亿中国人民的底线上疯狂的蹦迪这是对一中原则的核爆级的挑衅。作为美国立法机构的3号人物，约翰逊的官方身份早已经把官方往来定做了禁区，美方竟然用立法权独立的谎言当遮羞布，简直是政治诡辩的巅峰之作呀！中方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儿，更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钢铁核心，任何触碰者必将
用铁拳回击。佩洛西窜台的闹剧以后，解放军环岛军演画下了新中线，已经成了事实。如今呢，约翰逊顶风作案，中方的反制不能是温柔一刀了吧？军事围压，外交断交，经济断裂已在弦上，且必将是更猛烈的组合拳，让美国得付出100倍的代价。美台的勾连呢，不过是杯毒酒，端给台湾的是断头台。美国的政客将台湾当作遏制中国的血色筹码，却无视台海已经成了火药桶。民进党当局、国民党都甘当提线木偶，将2300万民众绑上了谋独的战车，势必将台湾推向深渊历史的车轮从不为跳梁小丑停留，一中原则是铁律，台独是死路一条那么美国和台湾执迷不悟的玩火，必将引火烧身。我们看看中国还能忍让到何时？